大家有没有想过，抗战时期想要消灭一个日本兵，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答案或许比你想的更残酷。根据统计，一个普通初级日军能抵得上3至5个中国士兵，如果是中高级日军，甚至能挑战8到10个中国士兵。正如陈上将的总结，抗战少年国军优秀的一个师，勉强可抵东方日军的一个连队；一个师勉强抵得上人家一个团。一寸山河一寸血，就是当时国军面临的绝境。但就是这种绝境下，一名儒将突然崛起，在长沙这座湘江畔的古城上，以伤亡约13.9万人的代价，怒斩日军11万余人。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华民国抗战史上第一次杀得日军如丧家之犬，被迫突围北撤。中国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3次长沙保卫战。今天我将带大家去看看那群儒雅的军官和勇敢的平民，到底是在怎样的绝境下守住第9战区？那位名留青史的战神又是如何用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转瞬歼灭日军11万人？1939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盯着地图久久不语。就在不久前，他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战役的惨败让士兵们个个丧失了战意，裕仁慌了。在中国战场，他们几乎赢下了所有胜利，但诺门坎战役惨败却让日军明白，他们原来也会战败。裕仁知道必须再给日军寻找一个重大胜利，才能找回面子，恢复士气。他看着地图上绵延千里的战线，在第9战区的突出部，日本唯一野战兵团第11军正在此处徘徊，但留给这支无比重要的战略部队的补给线却只有一条长江水路。这里的中国军民正在奋力抵抗。裕仁心中思索，突然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点子：只要日军继续将中原战线往南推，拿下第9战区，攻占司令部长沙，那么第11军的补给危机就能解除，还能进一步瓦解中国抗战决心。于是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了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3路进犯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并没有退缩。南京退了，于是有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长沙绝不可成为下一个南京。不过他并没有选择硬碰硬，他吸取了之前南昌会战的教训，下达了一个狠辣的命令：破坏一切道路。在民众的支援下，湘赣公路、粤汉铁路相继被毁。日军引以为傲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在湖南崎岖的地形里寸步难行。日军虽然突破了新墙河，甚至一部分兵力在营田登陆，企图切断国军退路，但薛岳利用复杂地形，采取逐次抵抗的战术，不断在侧翼伏击日军。打到10月初，冈村宁次发现不对劲了。日军虽然占领了长沙外围的部分据点，但补给线已经完全断绝，弹尽粮绝的日军被迫在10月初下令撤退。第一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不过国军成功阻止了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但也让日军意识到了兵力分散的致命弱点。2年后，一位更加骄狂的新司令官接手了第11军，他带来了全新的战术，甚至让长沙城首度沦陷。时间来到1941年初，国际局势暗流涌动。日本为了南进太平洋，迫切需要彻底摧毁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此时接替冈村宁次担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是阿南惟几。各位观众，记住这个名字，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表演一系列下饭的骚操作。阿南惟几总结了第一次会战失败的教训，他发现冈村宁次兵分3路，导致兵力太分散，容易被国军各个击破。于是在1941年9月的第2次长沙会战中，阿南惟几改变了打法，他将12万主力部队并列集中在极其狭窄的正面上，在海军和航空兵的掩护下，企图进行纵深突破，直接砸穿国军防线。面对日军的重拳，薛岳其实早有准备。第9战区制定了详尽的反击作战计划，准备在汨罗江以南对日军进行反包围。但就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一个致命的失误发生了。在战场上，比武器落后更可怕的是什么？没错，
是情报泄露。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然被日军全程监听并成功破译，这意味着国军所有的底牌、兵力部署、行军路线，阿南惟几看得一清二楚。日军立刻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将计就计，在捞刀河以北捕捉歼灭国军主力。1941年9月26日，国军精锐的第74军奉命增援长沙，军长王耀武根本不知道日军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第74军在春华山附近一头撞进了日军第3、第6师团的包围圈。这场遭遇战打得极其惨烈，第74军损失惨重，被迫向东撤退，国军的防线瞬间被撕裂。9月27日下午，日军枣园支队冲入长沙城东北角，随后日军第4师团也开进了长沙，这是抗战爆发以来长沙城第1次沦陷。薛岳将军被迫将第9战区司令部撤出长沙，以往湘潭。从战术层面来看，国军在这场战斗中吃了大亏，伤亡远超日军。但在战略上，日军因为战线拉得太长，粮弹损耗巨大，后勤再次面临崩溃。加上国军第6战区在湖北猛攻宜昌，逼得日军不得不抽调兵力回援。到了10月1日，占领长沙仅仅几天的日军被迫再次狼狈北撤，国军一路追击，恢复了会战前的阵地。第2次长沙会战，双方可以说是打成了平手，或者说国军在战术上吃了败仗。日军带着骄傲退回了武汉，阿南惟几更是认为国军已经不堪一击。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血的教训彻底打醒了薛岳。在随后的南越军事会议上，蒋委员长严厉整肃军纪，薛岳更是痛定思痛，结合前2次会战的经验，写下了一本兵书，一个专为日军量身打造史无前例的死亡陷阱即将诞生。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震惊中外的天路战法与第3次长沙大捷。时间来到1941年底，此时的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英美等国在东南亚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可以说是丧势辱国。为了配合进攻香港的日军第23军，驻扎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决定再次南下。司令官阿南惟几由于在几个月前的第2次长沙会战中成功破译第9战区密码，让国军损失惨重，一度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国军已经不堪一击。于是这一次，他一口气调集了日军王牌中的王牌第6师团，加上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总兵力大约7万余人，准备再次扫荡湘北。大家注意，这里的数据是7万人，不是网络上经常夸大的12万人。阿南惟几的算盘打得很响，他的战略逻辑只是牵制。由于第11军的体系软肋非常明显，后勤深入湖南腹地，道路崎岖，日军的机械化装备和辎重部队只能依赖单一的路线，一旦战线拉长，补给线就会成为国军游击队的活靶子。所以他打算仅仅用2个星期的时间，在汨罗江沿岸击溃国军的几个军，然后迅速撤退。而此时的国军第9战区在做什么呢？在经历了第2次长沙会战的挫折后，蒋委员长亲自抵达南越召开军事会议。这场会议气氛肃杀，蒋委员长痛斥了部分将领，并枪决了擅离职守的将领。虽然事后证明有冤情，但这传达了一个无比强烈的信号：此战退无可退。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更是憋了一肚子火，誓要雪耻。为此，在这次会战前，他正式提出并完善了前所未有的天炉战法。这是基于湖南复杂地形量身定制的后退决战体系。第一步，彻底破坏道路，让日军的卡车和战车变成废铁。第2步，空视清野，把中间地带变成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到的无人区。第3步，主力部队隐蔽在2翼的深山老林中，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最后，在长沙城北的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日军这块生铁放进这个由10几万国军将士血肉组成的熔炉里，彻底融化。不过，细心的观众应该能发现，这套战法的核心有一个巨大的软肋，那就是负责炉底的守城部队必须扛住日军最疯狂的火力。
如果长沙城破了，天炉就漏了，整个战区的主力就会被日军反包围，所以一场孤注一掷的生死博弈。而日军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踏入的这个天炉将会是他们的坟墓。天炉的第一把火在冰冷的新墙河畔被点燃。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4团主力开始向新墙河北岸的国军阵地发起猛攻。原本湖南的冬天应该是干燥的，但庞福是天意，日军进攻时突降雨雪，气温骤降至0度以下，道路变成了泥沼，河水暴涨。这对于长途奔袭、极度依赖道路网的日军机械化兵团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日军的重炮运不上来，飞机也因为天气恶劣无法起飞，提供火力支援。日军的体系能力在极端天气和被破坏的地形面前大打折扣，但日军的单兵素质依然强悍。12月24日傍晚，日军第6师团曾夜射强渡新墙河，这支师团臭名昭著，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同样也是日军的绝对主力，负责防守的川军第20军，无论是装备还是身体素质，与第6师团完全没得比，却依然冒着严寒与日军展开血战。川军第133师第3营营长王超奎率领全营500多名将士死守阵地，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和飞机重炮的狂轰滥炸，他们利用弹坑和残垣断壁拼死抵抗，没有一个人后退，最后全营500壮士全部壮烈殉国。第133师的血肉之躯没能阻挡日军推进的脚步，却大大拖延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为天炉的布局争取时间。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川军和湘军部队按照薛岳的计划向两翼山区撤退。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继续向南推进，逼近了第2道防线汨罗江。此时日军第3师团也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准备参与围歼国军第37军的战斗。12月27日，日军冒着国军密集的火力强渡汨罗江。国军第99军和第37军顽强抵抗了2天后，为了避免被合围，主动向东侧山地转移。打到这里，日军的进展看似顺利，其实已经掉进了薛岳的节奏里。日军第11军原本的战略目标是牵制，打到汨罗江以南，任务已经算完成了。而且日军第1线部队为了追求机动性，只携带了1个星期的口粮和弹药，后勤补给线已经拉长到了极限，随时可能崩溃。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开始他的骚操作了。他以为国军已经全线崩溃，长沙城唾手而得，为了抢头功，给刚刚在香港取胜的日军第23军秀肌肉，阿南惟几在12月29日独断专行地下达了新的命令，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临时改变战略目标，部队没有携带攻城用的重炮和炸药，补给又跟不上，这等于是把最精锐的野战部队毫无防护地推进了国军预设的绞肉机里。不少日军高级将领直接看傻了。同一天，薛岳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他立刻向全军下达了决战命令，并且下达了遗令：薛岳若战死，副长官代行；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战死，副职代行；作战不利者，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宽恕。蒋委员长也给出了精准的战略指导，让敌军先攻长沙，等他们攻击受挫、锐气上尽之时，外围部队再从4面8方合围，一举拒歼。就这样，日军第3师团和第6师团带着残缺的补给和无比的狂妄，一头撞向了长沙城。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座钢铁堡垒，以及一支退无可退的军队。在讲双方会战前，我们先来看看这支退无可退的军队，他的指挥官是刚刚被撤职查办又被薛岳力保下来戴罪立功的李玉堂。他麾下的第10军被誉为泰山军，这是一支装备精良、作风极其顽强的中央军。薛岳给李玉堂下的死命令是必须确保长沙死守不退。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精锐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向长沙东南郊发起猛攻。惨烈的长沙保卫战正式打响，长沙城外战壕纵横，国军将士严阵以待。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发起了潮水般的冲锋。负责外围阵地的预备第10师方先觉部与日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日军的火炮非常猛烈，阿米岭、金盆岭等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国军将士没有退缩，阵地丢了，
就组织敢死队发动夜袭夺回来。日军精锐的加藤大队一度突入市区，预备第10师立刻组织肉搏战，并纵火烧毁民房，阻挡日军。最终，国军将大队长加藤树一击毙，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机密文件。文件显示，日军的弹药已经严重不足。这个情报极大地鼓舞了国军的士气，奶奶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国军的体系防御亮点——岳麓山炮兵阵地。隔着湘江，国军在岳麓山上部署了重炮兵团，居高临下，炮火可以覆盖整个长沙城外围。当日军像蚂蚁一样冲向长沙城墙时，岳麓山上的150毫米榴弹炮发出了怒吼，精准的炮火将日军的冲锋阵型炸得粉碎，给了第10军最强有力的火力支援。眼看第3师团久攻不下，阿南危急极了，把王牌第6师团也投入了攻城战，长沙城的东侧变成了真正的绞肉机。第10军的官兵与这2大王牌师团展开了血腥的巷战，逐街逐屋的争夺。打到最惨烈的时候，李玉堂将军把传令兵、担架兵、伙夫全部编成了敢死队，投入一线与日军拼刺刀，肉搏至再至山，阵地失而复得者5次。这4天4夜的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军威，也打断了日军的脊梁。日军攻不破城墙，弹药又快打光了，只能靠飞机空投补给。但在这战火连天的战场上，空投物资很多都落入了国军的阵地，日军的士气开始崩溃，伤亡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在外围，国军的几十万大军已经按照天炉战法的部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他们正像铁钳一样，从东南北3个方向，朝着长沙城下的日军狠狠地夹了过来。日军第11军这支在中国战场横行无忌的野战兵团，终于意识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阿南维己被迫下达了那个让他感到无比屈辱的命令：全线撤退。但走进天炉容易，想活着走出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1月4日晚，日军第3、第6师团乘着夜色，狼狈地脱离战场，开始向北突围。薛岳立刻变更部署，下令全军从尾击转为围追堵截。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之间的泥泞大地上，日军上演了侵华以来最难看的一场大逃亡。日军第3师团刚跑出长沙，就在金盆岭一带遭到越军第4军的迎头痛击，苦战了1天才勉强突围，吓得赶紧改变路线，跑去和第6师团抱团取暖。而那个号称天下无敌的第6师团，在退往涪陵铺的途中，被国军4个军轮番围殴，被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惨重。最后是在空军的拼死掩护下才勉强逃脱。讽刺的是，当日军主力逃到汨罗江畔准备渡河时，听说国军的追兵快到了。这群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军，竟然为抢夺渡船自相践踏，落水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显而易见，日军的部队建制和军心士气已全面崩溃。经过10天的残酷追击战，日军残部才狼狈地退回了新墙河以北的原阵地。而这也意味着第3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国军取得了大捷，史无前例的大捷。这场胜利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要知道，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英美军队在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被日军按在地上摩擦，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上空笼罩着失败的阴云。而唯独在长沙，国军正面击败了日军最精锐的野战兵团。这一战几乎直接踩断了日军以战迫降的战略意图，保住了中国西南的大后方。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战神成了薛岳的专属称号。日军第11军的锐气也被打没了，这支部队整整花了1年时间才恢复元气。但那时已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无法掀起任何大浪。因为在战略上，国军完美地实现了防御目标；战术上，天炉战法展现了惊人的威力，成为第3次会战中幸存的日军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好了，3次长沙会战聊完了，但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回顾长沙会战，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的荣光，更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要让大家看到，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国军们先辈们是如何用智慧、用血肉之躯去弥补体系与装备的巨大差距。
他们没有因为敌人的强大而屈服，而是在绝境中寻找生机，挽救民族于危难。当然，我更想让如今的台湾年轻人记住，正是这样一群汉子的舍命抗争，才让我们有了如今繁荣和平的生活。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不错，能让你对长沙会战有不一样的认识，请务必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喜欢军事历史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